苏曼，我们相恋整整6年，今天就算走到了尽头，真的有必要把事情做这么绝，非要逼死我不可吗？做的绝，林月，这都是你逼我的，是你自己给脸不要脸。现在机会就摆在你眼前，是要这2个穷鬼，还是留着你的前途和工作，就看你自己怎么选择。儿子，你别听他们的，不就是100万吗？其实我们家……苏曼，我绝对不可能为了前途去抛弃我的亲生父母。这100万我会1分不少的还给你，但是你能不能宽限我一点时间？宽限时间？行啊，看在我们以前有过一段感情的份上，我今天就给你个机会。你现在跪下给我磕一个响头，我就发慈悲，多给你1天的还款时间。你磕的越多，我宽限的越久，否则你就等着去蹲大牢吧。阿月，站起来！男儿膝下有黄金，而我林国栋的儿子这辈子最不缺的就是黄金。时间差不多了。京都林氏集团祝贺少东家林月新婚大喜，林氏董事会恭迎少爷归位。我是林国栋，京都林氏集团董事长。玉兰，多少吃一点吧，你都2天没进食了，身体怎么吃得消？吃这些山珍海味有什么用？能换回我的儿子吗？我只要我的儿子，我的月月呀！他5岁就走丢了，这20多年他一个人流落在外，没爹没娘，他得吃多少苦，受多少罪呀！玉兰，我明白，我都明白。这20年，我林国栋贵为首富，能买下跨国集团，却买不回我亲生儿子的消息，这是我一辈子的痛啊！董事长，夫人，找到了，找到了，少爷找到了。在哪儿？我的月月在哪儿？这是少爷的全部资料。他现在的名字叫林月，20年前被一个孤儿院收养，现在是四海集团的一位普通职员。是月月，这眼睛，这神态，跟国栋你年轻时一模一样。老天有眼，老天有眼啊！等等，这上面写着，他今天要结婚。结婚？我的月月今天要成家了，好，大喜的事儿！助理，立刻去办2件事。第一，把我名下价值1000亿的林氏集团50%的股份转让书拟好，作为我给月月的新婚贺礼。董事长，50%的股份，这动静可太大了。我的儿子配得上世上最好的一切。第二，立刻通知林氏集团的所有董事会股东、高管，让他们全部放下手头的工作，立刻赶往婚礼现场祝贺少爷大婚。是，我这就去办。董事长、夫人，股份转让书已经办好了，股东们也都在往这边赶了。可您2位何必受这份委屈？何必穿成这样走过去？你懂什么？婚姻是终身大事，马虎不得。我们林家的万亿家产，迟早是要交到月月手里的。但月月现在只是个普通职员，我们这副扮相上门，就是要在不暴露身份的情况下，替儿子把关。没错，我们要看看这个即将过门的新娘，到底是不是个嫌贫爱富的人，配不配做我们林家的儿媳妇。如果她能真心待我儿子，
等股东们一到，我便当众把1000亿股份送她，让她成为全天下最尊贵的女人。你们是谁？是不是认错人了？我自小在孤儿院长大，我是个孤儿。没有认错，绝对没有认错。月月，我们是你的亲生爸妈啊！20年前把你弄丢了，妈妈天天生不如死啊！林月，原名林天月，这是你当年的出生证明。你看看，上面的大印和时间都对得上。出生证明。苏曼，这怎么回事？你不是说林月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儿吗？这哪来的2个臭要饭的？2个老不死！今天是我和林月的大婚之日，你们来蹭吃蹭喝也就算了，居然还敢拿着张破纸胡乱认亲，当我们家是收容所吗？呸！不要脸的穷光蛋，穿的跟个要饭的似的，身上一股酸臭味儿，赶紧给我滚出去！别弄脏了我们包下的5星级大厅！保安，把这2个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诈骗犯给我轰出去！阿月，我真的是你亲生妈妈呀！你看妈妈一眼，你仔细看看妈妈呀！绝不能让这2个穷鬼累赘粘上林月，少在这套近乎，给我松手！你这个蛮不讲理的恶妇，你怎么能动手打人？打他怎么了？你们也不撒尿照照镜子，就凭你们这副没世面的穷酸样，能生出林月这么有出息、工作这么好的儿子，真会往自己脸上贴金。玉兰，我们走。既然他被这个恶妇迷了心窍，连自己的亲生父母都不敢认，那这个儿子不要也罢。他不愿意认我们，全天下有的人愿意当我林国栋的儿子。月月，林月，你干什么？等一下，你们请留步。林月，你干什么？你疯了吗？叫住这2个臭要饭的干什么？今天不管这件事是真是假，2位长辈大老远赶来我的婚礼，那就是我林月的客人。麻烦你安排2个位置给这2位长辈入座。啊？哦，好的，新郎官，我这就安排。林月，你脑子有问题吗？他们是来砸场子的，你还给他们安排座位，你把我们苏家的脸往哪儿放？兰曼，今天是我们的婚礼，是大喜的日子，暂且不管他们是谁，既然来了，就当是图个吉利，图个喜气，没必要在大庭广众之下闹得这么难看。国栋，你看到了吗？我们的儿子，他被教养得很好，他不是那种嫌贫爱富、贪慕虚荣的孩子。叔叔阿姨，你们大老远赶过来，先喝口水吧。我想问一下，你们2位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我们是从京都来的。京都什么京都？别听他瞎吹大气，
咱们就是京都下面邻县小坎村的两个一辈子在土里刨食的穷老百姓罢了。你刚刚说你们是从哪里来的？临县小坎村？小坎村，真的是小坎村？难道眼前的这两位老人真的是我的？绝对不能让他们当场相认，否则这两个穷鬼累赘这辈子都甩不掉了。林月，别在这里听他们瞎编，什么小坎村大坎村的，你们那鸟不拉屎的穷山沟沟，除了出土鳖和穷光蛋，能出我老公这样的四海集团社会精英？林月能有今天，全靠他自己有出息，跟你们这两个土里刨食的废物有什么关系？够了！你敢吼我？苏曼，你给我听清楚，我林月也是从乡下走出来的。当年要是没有乡亲们的照顾，我连孤儿院都去不了。难道你也看不起我吗？林月，你这个白眼狼，你怎么跟曼曼说话呢？你今天脑子是不是吃错药了？怎么处处帮着外人说话？就是，曼曼马上就是你法律上的老婆了。你现在为了两个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老不死，顶撞你老婆，你眼里还有没有我们苏家？行啊，你们口口声声说是林月的亲生父母是吧？那好啊，儿子结婚天经地义，既然你们说是林月的亲生父母，那亲生儿子今天大婚，不知道你们二位有没有准备什么像样的贺礼啊？对啊，别光用两片嘴皮子认儿子，我们苏家娶媳妇儿嫁女儿那都是有规矩的，要是拿不出个180万的彩礼和见面礼，就趁早给我闭嘴滚蛋！礼物，哼，我林国栋儿子结婚，做父母的自然准备了一份天大的贺礼。哟，还天大的贺礼，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人物，隐形大首富呢，拿出来让我们开开眼啊！呸，一个臭种地的能拿出什么好东西？这就是我们给儿子带过来的大礼。长命锁，这玩意儿拼夕夕9块9包邮能买一堆吧？这就是你嘴里天大的贺礼？你们打发要饭的呢？简直是胡闹！拿个破烂玩意儿来丢人现眼，赶紧给我滚出去！这个锁，你们真的是我的亲生父母？阿月，我的儿啊！妈妈怎么会骗你？我们找了你整整20年，整整20年啊！你脖子上戴的那一个，是你爸20年前在银铺里熬了3天3晚亲手给你打的。你走丢后，我们为了能认出你，你爸才照着记忆又做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带在身边。孩子，这20年你受苦了。妈，儿子今天大婚，你们理应坐在最上面的主位，请上座。等等，林月，你给我把话说清楚。今天是我和你的婚礼，你想让老娘当着这么多亲戚朋友的面认这两个刚冒出来的穷鬼当公婆？我告诉你，我做不到。苏曼，长命锁一模一样，绝对不会有假，他们肯定就是我的亲生父母。我找到了亲生父母，你作为我的妻子，理应尊重他们。林月，想让我们家曼曼认这两个乡巴佬当公婆，倒也不是不可以。不过当初我们家是因为看你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儿，看你可怜，才没收你的彩礼钱。既然你现在已经找到了亲生父母，那咱们按照当下的习俗，这彩礼钱你们做父母的是不是该补上啊？哼，没错，想当公婆就得拿出当公婆的诚意来。一口价80万，今天少1分钱，这婚都别想结。80万，疯了吧？爸妈，不就是80万？国栋，你拦着我干什么呀？不就是80万吗？这对我们林家算什么钱啊？咱们平时开个会，几分钟就赚到了。你难道要眼睁睁看着儿子受气？玉兰，你冷静点儿。我们虽然和月月认了亲，但毕竟20多年没见，我们根本就不了解这个儿子，更不知道他现在的品行和性格，到底能不能担起我们林氏集团的千亿重任。国栋，你的意思是，这80万对我们来说9牛1毛，但现在我想看看，在这个品行不端的女人和我们之间，她到底会如何抉择。
如果他为了结婚向这家人妥协，那他就不配继承我的千亿江山。亲家，实不相瞒，我们就是两个没见过世面的乡下老骨头，80万这个数目，我们老两口一辈子在土里刨食，实在是拿不出来啊。拿不出来，拿不出来，你们在这装什么大尾巴狼？曼曼，这可是我的亲生父母啊！今天不管怎么样，我也不能因为拿不起这80万的彩礼钱就不认他们吧。何况80万在这个时候也确实太多了。你看在我们2年感情的面子上，别让我爸妈这么难看。阿月，你误会我了，我也不是非要这80万彩礼，我这是在为你着想，为我们的未来着想啊！你看看他们的穿着，破破烂烂的，身上还有一股土腥味。你自小是个孤儿，我们2口子以前过日子多轻松，什么负担都没有。可要是现在认了他们，来到家里也只是2个累赘。你现在还在四海集团的事业上升期，以后买车、换大房子、生孩子，哪样不要钱？突然多了2张天天要吃喝拉撒、生病住院还要人伺候的嘴，那不是严重降低我们的生活质量吗？就是啊，林月，做人得有良心。你一个无父无母的穷宫儿，当初要不是我们苏家不嫌弃你，愿意把曼曼嫁给你，你能在大酒店里办婚礼吗？你能娶到我们家曼曼，那已经是老天爷对你最大的恩赐了。哼，你现在依靠不上父母，供房供车也就算了，我们不嫌弃你，但结婚是现实的，总不能你这2个不知道从哪儿钻出来的叫花子父母，以后还要住进你们的新房，还得靠我们家曼曼拼死拼命去赚钱养着他们吧？凭什么？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行了，总之拿钱认亲，不拿钱滚蛋。林月，别怪我们苏家不讲情面，是他们这2个穷鬼自己不争气，连儿子结婚的彩礼钱都拿不出来，有什么资格坐在这里当公婆？阿月，妈妈不连累你，妈妈不让你做难。如果因为我们让你结不成婚，妈妈心里疼啊。苏曼，我最后问你一次，你爸妈刚才说的那些话，你也是这个意思？林月，我爸妈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我劝你现实一点，别揣着明白装糊涂。这婚你今天到底还结不结？要结就立刻让这2个穷鬼滚蛋！曼曼，我们从大学相识到出来参加工作谈恋爱，整整6年了。这6年来，我一无所有。可你从来没有嫌弃过我是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你陪着我，看着我一步一步走上事业的正轨，在四海集团站稳脚跟。这6年的恩情，我林月这辈子都刻骨铭心。你知道就好，林月，既然知道我的好，那就赶紧把那2个……不是吧？林月，你干什么？你把我戒指摘下来是什么意思？你疯了吗？但是我父母也找了我整整20年，他们为了找我，受尽了人世间的苦楚。如果今天我为了结这个婚而抛弃他们，那我林月就是一个不仁不孝、连畜生都不如的白眼狼。苏满，我们6年的感情今天到此为止，我们的婚礼现在彻底结束吧。林月，你疯了！你是不是真的疯了？我们6年的感情，整整6年，你今天居然要为了2个20年没见过面，不知道从哪儿钻出来的穷鬼乡巴佬跟我当众退婚，你脑子里装的都是浆糊吗？苏曼，不是我疯了，是你变了。我认识的那个苏曼，不会把婚姻当成明码标价的买卖，更不会指着老人的鼻子骂他们是臭要饭的。总之，我今天把话放在这里，我林月就算这辈子不娶老婆打一辈子光棍儿，也绝对不可能为了结婚去抛弃生我养我的亲生父母。妈妈，你冷静一点啊！阿月是什么样的人，你最清楚了。你们6年的感情，从大学一路走到今天，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才走到结婚这一步，多不容易啊！这80万彩礼的事儿，大家坐下来还可以好好商量，好好聊嘛，何必非要把话咬得这么死，非要闹到当众退婚这个地步呢？万一以后后悔了怎么办？你懂什么？站着说话不腰疼。
你愿意结个婚，一过门头上就压着2个累赘吗？我不愿意，我苏曼绝对不当这个冤大头。苏曼，他们是我的亲生父母，是给我生命的至亲，不是你嘴里用来衡量利益的累赘。国栋，你看到了吗？我们的儿子长大了，他明事理，知对错，他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他没有让我们失望。好，很好，看来我未来的千亿帝国接班人在面对人性和利益的抉择时，已经彻底及格了。哼，林月，既然你把话说得这么绝，这婚今天结不成了，那咱们今天就当着所有亲戚朋友的面，一笔一笔好好算算账。没错，算账。你自打和曼曼谈恋爱，在我们家白吃白喝了整整3年，这3年的伙食费，你住我们家房子的房租，老娘给你打个折，就算30万。不是吧？还有今天这个5星级酒店的结婚宴席，一共办了30桌，加上现场布置、礼服、烟酒，7七八八加在一起，一共是70万。这2笔账加起来，总共100万整。天哪！林月，你今天想好要怎么还这笔钱了吗？100万。苏曼，你爸妈疯了，你也跟着疯了吗？我自打工作以来，每个月工资一到账就全交给你，我哪里特得上是在你们家白吃白喝？这3年里，我零零总总给你微信、银行卡上的转账加起来早就超过了30万，今天酒店的定金也全是我出的，你现在跟我要100万？林月，你可真是个法盲啊！你可别忘了，这3年里你给我转的每一笔账，哪怕是1块钱的节日红包，我都让你在备注里写明了是自愿赠与，是你自愿给我的。自愿赠与在法律上是收不回去的，自然不算在今天的还账里。你从3年前就开始算计我，这叫聪明。现在的账本清清楚楚，100万，你今天要是拿不出来，我爸就立马报警抓你，让你这个社会精英去坐牢，去留案底。你们简直是一群吃人肉喝人血的畜生！林月，别在这跟我装硬骨头了。我知道你现在身上根本就没什么钱，这100万足以让你倾家荡产，前途尽毁。我现在给你最后一条生路，只要你现在当着全场所有宾客的面跪下来给我磕头认错，然后再亲手把那2个老东西给我轰出大门，乖乖完成婚礼，这100万我就可以既往不咎，继续让你当我的老公。苏曼，我们相恋整整6年，今天就算走到了尽头，真的有必要把事情做这么绝，非要逼死我不可吗？做得绝，林月，这都是你逼我的，是你自己给脸不要脸。现在机会就摆在你眼前，是要这2个穷鬼，还是留着你的前途和工作，就看你自己怎么选择了。儿子，你别听他们的，不就是100万吗？其实我们家……苏曼，我绝对不可能为了前途去抛弃我的亲生父母。这100万我会一分不少的还给你，但是你能不能宽限我一点时间？宽限时间？行啊，看在我们以前有过一段感情的份上，我今天就给你个机会。你现在跪下给我磕一个响头，我就发慈悲，多给你1天的还款时间。你磕的越多，我宽限的越久，否则你就等着去蹲大牢吧。阿月，站起来！男儿膝下有黄金，而我林国栋的儿子这辈子最不缺的就是黄金。时间差不多了。京都林氏集团祝贺少东家林月新婚大吉，林氏董事会恭迎少爷归位。爸，你们。我是林国栋，京都林氏集团董事长。
新郎老林月，他竟然是世界首富的独生继承人！我的天哪！这苏家真的是作死啊！为了区区80万彩礼，把一个世界首富的儿子给赶出门了。这新娘子现在恐怕肠子都要悔青了吧？来人，董事长，请吩咐。苏小姐，你刚才说要我儿子赔偿你们苏家100万是吗？是。这100万拿去，从此以后我儿子林月和你们苏家恩断义绝，两清了。还请苏小姐早日去把离婚手续办了，收了钱就放手，可千万不要赖着不离，让我们林氏集团的庞大律师团很难做啊。阿月，这20年来，爸爸没能陪在你身边，让你受委屈了。从今天起，没有任何人可以再欺负你。林氏集团50%的股份是我和你妈送你的新婚贺礼，未来的千亿江山是你的了。爸，谢谢你，谢谢你从来没有放弃过我。我的月月，妈妈的月月，我们一家3口终于团圆了。各位，今天不是什么袁苏两家的订婚宴，今天是我林国栋林氏集团寻子20年一家团圆的认亲宴，今日大宴全成。苏曼，谢谢你6年来的陪伴，但我们的路走到这里就够了，从今往后，我们两不相欠。爸妈，我们回家吧。阿月，跟爸妈回家。天哪，林月竟然是世界首富的独生子啊，千亿豪门啊！我们苏家到底错过了多大的一寸金龟心啊！完了，我们苏家彻底完了。不可能，这不可能！林月明明只是个穷孤儿，他怎么可能是首富的儿子？这不可能！爸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刚才说的是真的吗？我们家真的是世界首富？当然是假的了，假的？那100万的支票是真的，那可是我和你妈把我们在临县小坎村老家的3间大瓦房，还有连带着后面的10几亩地全部卖了，好不容易才置换出来的全部家当啊！你说是吧，老婆子？是啊，阿月，为了凑齐这100万，我和你爸这几天连觉都没睡过，把能卖的全部都给变卖了呀。爸妈，这100万，儿子这辈子一定还给你们，不是还钱，是还你们这20年找我的恩情。从今天起，我们一家3口再也不分开。各位，今天真是辛苦你们各位了。那1万块钱的演员费，还有这几辆豪车的足力线，我昨天晚上就已经一分不少的跟你们婚庆公司的老板结清了。哎呀，林老哥，您太客气了，咱们这也就是拿钱办事儿。不过说实话，您刚才在台上的演技，那可真是这个。行了，既然事情办圆满了，前面路口就把林老哥一家放下来吧，咱们也得赶紧回公司把这些租来的西装和道具明收给还了。好，给你们添麻烦了。阿月啊，那个苏曼，她真的不是你的良人。我和你妈虽然刚和你认亲，但我们绝对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往火坑里跳啊！是啊，孩子，天下当父母的，谁不想让自己的亲生儿子娶个知书达理、能同甘共苦的贤妻良母呢？要是今天不戳穿他，你以后跟着这家人得受多少罪啊！合着我这千亿富二代的豪门梦，才过了10分钟，就这么彻底结束了。怎么，千亿豪门的梦碎了，后悔跟爸妈回来了？爸，这个豪门梦碎了，但另一个梦，有父母有家的梦才刚刚开始。这100万的债，儿子跟你们一起扛。阿月，别胡思乱想了，明天一早你赶紧催促苏曼那个女人把离婚证给办了，千万别拖着。爸，我知道发生了今天这样的事儿，就算我不提，他们家发现咱们是假首付之后，
也绝对会逼着我赶紧去民政局的。你明白就好，只要把这婚离了，把不干净的红线断了。阿月，相信爸，你以后的日子有你享福的。以后的日子有我享福的，地都没了，瓦房也卖了，以后不得跟我挤在30平的出租屋里吃泡面吗？爸这大饼画的怎么比我们公司老板还大？果冻，你刚才在车里为什么要跟儿子撒那种谎啊？你为什么还不跟他坦白咱们的真实身份？你还有心思吃水果？看着儿子刚才那副失落的样子，我这个当妈的心里有多难受，你知道吗？咱们林氏集团明明富可敌国，你偏要骗他说那是卖大瓦房凑的100万，你图什么呀？玉兰，你糊涂啊！现在还不是坦白的时候。那到底什么时候才是时候？第一，苏曼那个女人虽然贪婪，但她不是傻子。如果现在让阿月知道咱们是真的首富，阿月一旦表现出蛛丝马迹，苏曼那个女人绝对会像吸血鬼一样死死黏着他，死都不肯离婚。必须用这10万火急的假首付假象，逼着他用最快的速度把离婚证办了，和苏梦彻底断个干净。这倒也是。那第二呢？第二，咱们的儿子在孤儿院长大，虽然品行端正，明事理知对错，但他现在经历的社会阅历还远远不够，看人的眼光还远远不够成熟。我林氏集团坐拥万亿资产，阿月以后是要站在世界之巅的，他的身边绝对不能再出现第二个苏曼。等什么时候他能历经磨练，凭自己的本事和慧眼，找到一个真正有资格、有德行做我们林家儿媳妇的贤妻良母，到那时候才是他真正继承1000亿帝国的日子。我明白了，等他自己找到真正的贤妻良母，等他自己历练成熟，到那时候我们再告诉他真相。走吧，现在我们只需要等。顾少，你跟人家透露个底，你确定昨天婚礼上的那个什么林氏集团真的是林月那个穷鬼找人演的假货？我的宝贝儿，你长个脑子好不好？林氏集团那是什么体量？那是掌控全球经济命脉的顶级庞然大物，连我们四海集团这种100亿级别的公司，平时连给人家提鞋接触人家的资格都没有，更何况人家林氏集团的董事长天天都在京都待着，怎么可能会跑到咱们这种地方，还穿成个臭要饭的去参加婚礼？林月那个臭屌丝，摆明了是花钱找婚庆公司做局，故意演戏吓唬你们呢。呸！这个该死的无耻下三滥，昨天差点让林月那个臭香素给生生骗过去了。要不是他老爸甩了100万的真支票，我险些就信了他的邪。曼曼，你还有脸说呢？小爷我之前追了你那么久，天天送包送花你都没同意，死活要跟林月那个穷酸孤儿结婚。怎么着？昨天一退婚，今天一清早反倒想起主动要和本少爷在一起了。哎呀，顾少，人家那不都是一时糊涂，上了林月那个王八蛋的当吗？我现在经历了昨天那场闹剧，可算是彻底想明白了，天底下真正对我好又年少多金的，只有顾少你一个人了。林月那个穷货，连你一根脚趾头都比不上。哈哈哈哈哈哈！算你识相，跟着小爷我，以后保你吃香的喝辣的。曼曼，瞧，你那个首富公子前夫过来了。苏曼，昨天还和我在酒店办婚礼，今天一大早，你竟然就跟别的男人你侬我侬！林月，你少在这里给我装出一副受害者的恶心模样！我以前怎么不知道你是这种人？你还有脸提昨天的婚礼？如果不是你找了婚庆公司来演戏，用你爸妈卖房子凑出来的100万支票冒充什么世界首富，老娘昨天能当众出那么大的丑？你就是一个没车没房，连爸妈都是叫花子的臭屌丝，居然还妄想骗我一辈子！林月，你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了，站在你面前的才是真正年少多金的豪门少爷，这可是顾少
咱们四海集团核心高管的亲儿子。四海集团那可是市值100亿的超级大集团，随便露出一点油水，都够你这个普通职员一辈子不吃不喝赚几百年的。你就是那个在公司底层混了3年，连彩礼都掏不起的林月呀。昨天演的那出首富归位挺热闹啊，怎么今天不继续雇劳斯莱斯了，改成骑共享单车了？顾少是吧？这是我和苏曼之间的私事，轮不到你一个外人在这里指手画脚。外人？林月，你他妈给我搞清楚！我爸是四海集团的高管，而你只是四海集团里一只随时可以被一脚踩死的底层蚂蚁。我警告你，识相的就别给我耍什么花样，立刻马上跟着曼曼进去把离婚手续给我办了。你要是敢拖延1分1秒，或者敢提什么财产分割的条件，只要我爸一句话，今天下午你就等着直接被四海集团开除，卷铺盖滚蛋吧！到时候全行业也别想有任何人敢录用你。哟，你们2个来的正好，我昨天正憋屈呢，还没来得及在微信里跟你们细说呢。你们知道吗？林月这个臭屌丝，昨天他那2个要饭的爸妈，竟然花大价钱雇了一群婚庆公司的临时演员，开着租来的劳斯莱斯，把我们所有人都给骗了，连那张支票都是他爸妈卖了乡下3间破房才凑出来的。你们来的真是太是时候了，刚好见证我彻底摆脱林月这个穷鬼，迎接崭新生活的美好时刻。宝贝儿，你当初在大学里那可是出了名的系花，追求你的豪车排成队，也就是一时间被这个底层穷逼的甜言蜜语给蒙蔽了双眼。对啊，顾少，等会儿曼曼跟着你进去领了离婚证，撕了那张破结婚纸，曼曼从此可就是我顾少的人了。你放心，以后跟着小爷，我会给你在这个臭贾斯身上一辈子都体验不到的顶级快乐，不仅仅是豪宅、包包的物质层面，还有今天晚上在身体层面的绝对快乐。哎呀，顾少，你真坏，当着我闺蜜的面说什么呢？人家不理你了。男人不坏，女人不爱。林月，你他妈还愣着干什么？没听到本少爷的话吗？现在立刻给我滚进去签字离婚！再敢多耽误本少爷1分钟的春宵一刻，我保证让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林月、苏曼，你们2位的离婚手续已经全部办理完毕，从现在开始，你们正式离婚，再无夫妻关系。太好了，宝贝儿，你自由了！哎呀，林月，这可真是太谢谢你小子的成全了。你放心，等过几天我和曼曼举办世纪婚礼的时候，我绝对大发慈悲，给你这个前夫哥发一张请帖，邀请你来喝喜酒啊。不过嘛，至于你在四海集团的那份普通工作，小爷我仔细想了想，以后曼曼天天跟着我出入集团，要是经常看见你这个臭屌丝，不仅影响曼曼的心情，更让我恶心。所以啊，林月，你现在可以收拾行李滚蛋了，你被开除了。今天下午你就不用去公司打卡了，老老实实当你的无业游民去吧。顾少，你真是太棒了，这种穷鬼就配去大街上要饭。好啦，林月，你也别太难过了。其实我也不懂为什么曼曼毕业之后会变成这个势利的样子。以前在大学的时候，咱们大家不仅是同班同学，更是相处了多年的老朋友。看着你们闹到今天这一步，我心里也挺不是滋味的。不过嘛，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那不好的红线断了也就是断了。你昨天不是刚和失散20年的亲生父母相认了吗？往后的日子，
你还得多多加油，好好生活哦。茵茵，谢谢你。爸妈，我回来了。今天做了什么好吃的呀？大老远就闻到香味儿了。阿月，跟爸妈在一起就不用强颜欢笑了。发生什么事了？你今天这状态可有些不对劲儿。爸，我和苏曼把离婚证办了，但是在民政局门口，我碰到了苏曼找的新靠山，是我们四海集团核心高管的儿子顾少。呸！那个势利的恶妇，动作倒挺快。阿月，他没把你怎么样吧？他倒是没动手，不过他利用他爸在集团的特权，不仅在行业内联合封杀我，还当场把我给开除了。我在这家公司拼死拼活干了3年，眼看就要升职了，现在一朝回到李放前。爸妈，我现在真的不知道下一步该往哪儿走了，心里挺迷茫的。阿月，站直了，多大点事儿？是个爷们儿就要有从头再来的勇气。既然那个什么四海集团有眼无珠，那咱们不去也罢。拿着，这个人是一个大型集团的董事长，他以前还是个穷小子的时候，曾经欠过我一个天大的人情。我已经跟他打过招呼了，明天一早你直接去这儿上班，他会给你安排最好的职位。血海集团，爸，你没开玩笑吧？这名片上的公司不是咱们整个海城市最顶尖的龙头企业吗？血海集团的资产规模，那可是比我们四海集团还要高上整整好几个档次啊！四海在他面前就是个地铁。老爸，你这个乡下老家认识的朋友，这实力也太恐怖、太逆天了吧？还行吧，不过嘛，真要论起资产和实力，他就算再发展个100年，也远远比不上你老爹我的一根小拇指。行了行了，老爸，你这世界首富的戏怎么在家里还演上瘾了呢？咱把瓦房卖了换100万的事情我已经接受了，你可别再忽悠我了，赶紧吃饭吧。董事长，外面有一位叫林月的年轻先生，说是拿着您的专属黑金名片来报道的。哎呀，你就是林月贤侄吧？可算把你给盼来了。昨天你父亲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可是一整晚都没睡好觉啊。我没看错吧？董事长这副神情，平时只有京都总部的大佬来视察时才有过吧？这年轻人到底是什么通天的背景啊？柳叔叔，您太客气了。我爸说他以前在乡下和您是老朋友，您欠过他一个人情，所以让我今天过来找您报道。何止是人情啊！要不是20年前世界首富林国栋赏了他一口饭吃，他柳救海现在还在大街上要饭呢。他哪敢在首富的唯一继承人面前摆架子？对，我和你爸那可是过命的交情。既然来到了叔叔这里，那就跟回到自己家一样。这样，贤侄啊，叔叔也不能亏待了你。我们集团目前空缺了一个市场部总经理的职位，年薪500万加期权分红，你今天直接上任，如何？柳叔叔，谢谢您的好意，但我毕竟是初来乍到，对集团的业务根本不熟悉。如果突然坐上总经理的高位，难以服众，更会给您添麻烦。我还是想从最底层的业务员基层干起，凭实力一步步往上走。好小子，这不骄不躁、不被利益冲昏头脑的倔性子，跟你父亲还真是一模一样啊！老柳同志，今天本姑娘心情好，特意排队给你买了蛋糕吃。茵茵，没看见有客人在吗？这里是公司，不是在家里，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在公司里要严肃一点。柳茵茵，你怎么在这儿？林月，天哪，真是你！你怎么会出现在我爸的办公室里啊？我操！茵茵居然和少东家认识，看这架势，关系还很不一般啊。不过看少东家刚才进门时的反应，那位林总显然隐藏得极深，还没有把真正的世界首富身份告知他。既然林总在布大局考验儿子，那我可千万不能把这场戏给演砸了。哎呀，真是太巧了，实在是太巧了！没想到你们两个年轻人竟然早就认识啊！茵茵，平时在家里没听你提起过有这么一位朋友啊？茵茵，你隐藏的也太深了吧？刘董事长竟然是你的……林月，重新介绍一下，站在你面前的这位威严拉满、平时在财经新闻里不可一世的老柳同志呢，正是不才我的亲爹啦。我平时在学校低调，你可不许怪我没提前告诉你啊。茵茵，别胡闹！林月贤侄今天刚入职我们旭海集团，我和他父母那可是多年的老相识，过命的交情了。你别在公司里没大没小的，以后在公司里，你作为老员工，可得多多帮衬，多多关照林月，听到没有？柳叔叔放心，我爸也经常提起他有一位很有本事的远方老朋友，今天一见，果真非同凡响。我初来乍到，一定会好好努力的。茵茵，以后在公司里，请多指教了。贤侄，真是不巧，正好有个四海集团的商务客人到了楼下要来拜访，说是有个大合同要谈，叔叔得亲自去一趟会议室招待一下。茵茵，你现在就带着林月在咱们集团内部好好逛一逛，去各个部门熟悉一下环境，保证完成任务。老柳同志，你赶紧去忙你的千亿大单吧。走了，林月，本大小姐今天亲自当你的导游，带你参观咱们海城最厉害的写字楼。爹，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吧。今天咱们四海集团和学海集团的这个度假村合作项目，那可是几十个亿的大盘子，只要有曼曼在，今天这合同绝对万无一失。您就等着签手软吧。您还不知道吧？曼曼和学海集团刘总的亲女儿柳茵茵，那在大学里可是形影不离的闺蜜铁姐们儿。学海集团看在这层关系上，多少都会给曼曼和我们顾家天大的面子的。很好，学海集团是海城当之无愧的龙头老大。我们四海集团要是能把这个合作吃下，老子在四海董事会里的威望就能彻底压死大房。今天这事儿要是办成了，记你们大功一件。是啊，顾总，您就10000个放心吧。茵茵那个丫头在大学里就单纯的很，我最了解她了。她自小在温室里长大，性子软，耳根子也最软了。平时在学校里，我说什么她就听什么。等会儿见到她，我只要随便哭诉几句，就说我们顾家最近遇到了困难，求她帮帮忙。这个大合同，她绝对会哭着喊着让她爸签下来的。我可不像那个一无所有的穷鬼前夫林月，除了会花几个臭钱请演员演戏骗人，连彩礼都掏不起之外，对顾少和您的事业没有半点帮助，只会当个拖油瓶。好啊，有手段，有魄力。看来我儿子这次结识了你，还真是找了个美貌与智慧并存的好女友啊！这才是配得上我们顾家的贤内助。走，咱们进去。刘董，今天能得到您的亲自接见，实在是我们四海集团莫大的荣幸啊！海城谁不知道，学海集团在刘董您的带领下，那是如日中天啊！顾总客气了，大家都是海城商界的老面孔，用不着这么大费周章的客套。刘董，实不相瞒，今天我特意带了我家不争气的犬子，还有他的未婚妻苏曼过来。曼曼这孩子可了不得，在学校里就是高材生，而且啊，她和令千金茵茵小姐在大学里那可是形影不离的闺蜜，好铁姐们儿。对，柳叔叔，曼曼平时在家里经常提起茵茵，说茵茵聪明伶俐。这不，今天曼曼特意过来拜访。柳叔叔好，茵茵前几天还跟我念叨您呢，说您平时工作太辛苦，让我有空多劝劝您注意身体。是吗？那茵茵这丫头倒是有心了。顾总，既然两个孩子有这层关系在，那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直接谈谈度假村那个项目吧。对，刘董，
这是我们四海集团拟定好的最高规格合作书。您看这分成和条件。这件事情，茵茵确实提前在家里跟我提过2句。看在2个孩子的份上，里面的大部分条件我柳学海今天都可以答应。但是这度假村的核心分成必须说了是我学海集团拿6成，你们四海集团拿4成。顾总，我这条商业渠道的后期运营费用可不低，而且我们学海集团在海城是有规矩的，不是什么随随便便阿猫阿狗一样的人，我都愿意坐下来跟他做买卖的。你说呢，顾总？刘董说的是，6-4分成非常合理，能和学海集团合作，我们吃点亏也是应该的。我这就签，这就签。爹，我带着林月把咱们整栋写字楼都逛完了，可累死本姑娘了。你这会议室里有没有冰镇西瓜汁啊？哎，完了 ，BBQ 了！我操，这群有眼无珠的蠢货怎么会和林少爷也认识？不对，昨天林总在电话里吩咐过，有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小贱人为了80万彩礼羞辱林少爷，还找了个什么集团高管的儿子联手把林少爷给开除了。难道原来那个狠狠惹到了林公子的势利女人就是眼前这个苏曼，而这个所谓的顾家就是那个作死的四海集团高管？林月，你这个阴魂不散的臭屌丝，你这个没用的穷鬼怎么会出现在旭海集团的高级会议室里？你是不是一路跟踪我到这里来的？好啊，你个林月，老子今天中午才在民政局门口开除了你，你下午就敢跑到旭海集团来撒野，你他妈也不撒尿照照镜子，这里是海城龙头老大刘总的地方，也是你这种骑共享单车的垃圾能随便乱闯的吗？赶紧给我滚出去！苏曼、顾少，你们嘴放干净点，这里是学海集团，我是来这里参加入职报道的，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请你们不要自作多情。入职报道，哈哈哈，真是笑掉大牙了。林月，你少在这给老娘装模作样，你以为我不知道吗？你昨天在婚礼上找演员演戏，结果把你爸妈卖瓦房老弟凑出来的100万全赔光了吧？你现在连个彩礼都掏不起，全身上下凑不出200块，你凭什么能进学海集团这种顶级大公司？别是在这里当擦桌子的保洁吧？哼，闹了半天，你就是那个在四海集团混了3年还没出息的林月呀！真是百闻不如一见，不仅工作能力低下，品行竟然也如此跌劣，居然敢用假身份招摇撞骗，甚至纠缠我儿子的未婚妻。刘董，您看看，这种满嘴谎言被行业封杀的底层垃圾，竟然混进了贵集团，这简直是对四海集团金字招牌的最大侮辱啊！我作为四海集团的副董事长，今天跟您提个醒。刘董，这次我马上就签，但我有个条件，为了不影响我们2家未来的度假村几10亿大合作，也为了不膈应曼曼和茵茵小姐的闺蜜关系，我要求您现在立刻马上把这个叫林月的穷光蛋给我从学海集团开除，让他给我卷铺盖滚蛋，并且在整个海城彻底封杀他。您说呢，刘董？顾总，手伸得够长啊，在我们学海集团的地盘上公然训斥和指手画脚我的新入职员工，甚至还要教我怎么做事情，这恐怕有点不合商界的规矩吧。哎呀，刘董，您看您这真是误会我了，我顾天妹哪里敢在您的地盘撒野啊？我这不是一时间有些心急吗？我可是为了贵集团的金字招牌着想啊！像林月这种被四海集团开除的满嘴谎言的劣迹员工，那就是一颗坏事的老鼠屎。我顾天辉是怕他坏了学海集团这么大的一锅顶级好粥啊！顾总，我突然觉得有些累了，今天这合同看样子是改日再签吧。刘董，这怎么好端端的突然不签了呢？是不是我们四海集团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分成的事情咱们好商量，如果6-4您不满意，7-3甚至是8-2，有什么条件您尽管提，您千万别不签啊！我说过，我累了。助理，送客。茵茵，你帮我说句话呀，刘叔叔。贤侄啊，别让那几只苍蝇影响了心情。怎么样？刚才和茵茵一起在咱们公司内部参观的还顺利吗？对环境还满意不？不对劲，这太不对劲了。按照职场的正常逻辑来说，我只是一个无权无势刚入职的新人，甚至身上还背着前公司的封杀令。面对四海集团副董事长亲自带着几10亿合同上门施压，任何一个正常的董事长绝对都应该在第一时间把我开除，以此来换取商业利益才对啊！
难不成我老爸当年的分量竟然这么重？这刘总和顾天辉口中的老相识人情，竟然深厚到了不惜当场撕毁几十亿的合同，彻底得罪死整个四海集团，也要死死护着我这个穷小子的地步。丧门星，你这个成事不足坏事有余的丧门星！老子今天几十个亿的合作，本来都要当场促成了，合同都递到老子指边下面了，为什么那个姓林的小子一进来，生意就彻底黄了啊？你今天给老子解释清楚！顾总，我真的不知道啊。林月他就是四海集团的一个底层穷料丝啊，他无父无母，昨天他爸妈来婚礼，还只是两个浑身酸臭卖了乡下破瓦房才凑出100万的穷鬼老头老太啊，他怎么可能会影响到刘董事长的决定啊？你闭嘴吧，苏曼！你他妈天天口口声声跟老子吹嘘，说你和刘总的亲女儿柳茵茵是铁闺蜜，是生死之交，结果呢？今天人家连正眼都没瞧你一眼。爹，这里面绝对有古怪。林月那个穷逼今天一进来，柳絮海的态度就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甚至不惜得罪我们四海集团也要护着他。林月，他到底是什么人？他背后到底藏着什么背景？不管他是什么人，今天这笔账，老子回去非得扒了他一层皮不可。走。贤侄啊，既然你刚才坚持要从基层做起，不当这个总经理，那叔叔我也尊重你的傲骨和决定。这是咱们集团目前最核心的海滨新城文旅开发项目，这第一期的地皮采购和商户入驻工作量非常庞大，而且需要去最基层跟那些散户小商家一个一个去谈。叔叔今天就把这个重任交给你，作为你大展身手的第一个基层任务，你有没有信心把它做好？刘叔叔，您放心，我林月在职场打拼了3年，最不怕的就是吃苦和跑基层。这个项目我一定会拼尽全力，绝对不会给您丢脸，更不会让我爸妈失望。今天下午我就去现场调研。哇，林月你太棒了，加油加油！本姑娘相信你一定可以的。茵茵，你现在老老实实跟爸爸说实话，你和林月到底发展到哪一步了？爸，你这么严肃干嘛？我和林月就是普通的大学同学，关系挺好的老朋友呀，今天也是碰巧撞上的。茵茵，你给我听好了，从现在开始，爸爸交给你一个关系到我们整个柳家以及雪海集团生死存亡的终极任务。不管用什么办法，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在公司里，在生活里，你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去和林月搞好关系。你之前也和我说过，你暗恋过她，她现在婚姻失败，如果能让她成为我们柳家的乘龙快婿，那不仅是你这辈子天大的福气，更是我们柳家几辈子修来的祖坟冒青烟。听明白了吗？张工头，你看看这一组 B3 区承重墙的图纸数据，地基下挖深度明明要求 6.5 米，你们怎么才挖了 5.8 米就停了？这可是核心文旅景区的地基，差了整整 0.7 米，后期要是塌发了，这个责任谁能担得起？哎呀，林月老弟，不，林主管，这真是不好意思，这组数据是前几天四海集团那边派来的人审核的，他们说差不多就行了，要不是你顶着大太阳一个数据给他去查这个致命错。张工程，工程质量是雪海集团的生命线，现在立刻通知施工队停下，按照我纠正的正确数据重新返工，绝对不能留下一丝一毫的安全隐患。是，听林主管的，大家伙听着 ，B3 区立刻停工，按照林主管的数据重新挖地基。唉，可算找到你了，林月，你是不是疯了？外面36度的高温，你一个坐办公室的业务员，居然在太阳底下跟工人对数据对了一整天。茵茵，你怎么跑到工地上来了？这里又脏又乱的，别弄脏了你的裙子。我来给你送水啊，林月，你知不知道你刚才跟工头对数据纠正错误的样子特别有魅力？其实啊，我一点都不意外，上学那会儿你就是这样，特别努力。我上学那会儿，我那时候天天灰头土脸的，有什么好提的？怎么不好提啦？那时候班里那些男生天天聚餐，通宵打游戏，你从来都不去。大学4年，你连一节最无聊的选修课都从来没有旷过。年年期末考试，你都是全生第一，拿最高等的国家奖学金。那时候多少教授天天在班里夸你呢。茵茵，你只看到我拿奖学金不旷课，但你不知道背后的原因。那时候我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儿，别人下课了去谈恋爱去聚餐，我下课得立刻坐3路公交车去肯德基当临时工，去发传单。要是我旷一节课，或者拿不到年年的那笔奖学金，我下学期的学费和生活费可就彻底没有着落了。
不过说起来，茵茵，你大学的时候才是真正的低调。你爸爸是资产几百亿、海城龙头企业的超级大老板，可你在学校里穿得那么普通，性格又这么好，从来没有半点千金大小姐的架子。茵茵，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搞好关系，把她给我带回来，做我们柳家的乘龙快婿。林月，既然你觉得我性格好，又没有大小姐架子，那你喜欢我这样的女孩子吗？茵茵，对不起，你这么好、这么完美的女孩，天底下没有任何一个男人会拒绝你。但是，真的对不起，我昨天刚刚经历了一场荒谬透顶的退婚，我现在的脑子里乱成了一锅粥。我目前真的没有立刻展开一段全新感情的想法。我刚刚认回了我的亲生父母，他们为了我，在乡下吃尽了苦头，甚至为了我把老家的房子、地皮都给变卖了。我现在只想全心全意搞事业，想多做出点成绩，在学海集团站稳脚跟，好好赚钱，孝敬我爸妈。茵茵，你的这份心意，我今天只能先说一声抱歉了。好啦好啦，你不用跟我摆出这么一副罪大恶极，像犯了天大错误一样的表情。本姑娘完全理解你的想法。你要是今天转头就跟没事人一样跟我谈恋爱，那反倒说明你是个没心没肺的渣男了呢。既然你要一心一意搞事业，那咱们今天就先不聊这个。不过呢，还有另外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本姑娘得提前通知你。这个周末是咱们大学时候的金融系系主任周教授的60大寿。周教授要过大寿了。对啊，咱们班上的老同学，只要是在海城本地混的，基本上这次都会过去聚一聚。周教授在学校里最器重的人就是你，他这几年哪怕是退休了，在家里喝茶的时候也天天念叨着你，说你林月是他这辈子教过的最得意、最自豪的门生。怎么样，你这次去吗？周教授对我有再生之恩，按理我确实应该去，但是茵茵……林月，你在这儿犹豫不决的扭捏什么呢？让我来猜猜看，你该不会是害怕在寿宴现场遇到刚刚跟你撕破脸离婚的苏曼和顾少吧？怎么可能？我和苏曼反正都已经彻底分开了。从昨天在民政局领完证那一刻起，我和他就已经是毫不相干的陌生人。他见或者不见，对我来说都没有任何区别。周教授上学时对我恩重如山，我确实该去亲自登门探望一下，祝他老人家长长百岁。这个周末我一定准时到场。阿月回来了，今天第一天去那个学海集团报道，基层踩点跑得怎么样？工作情况大概跟爸交代交代。爸，你那朋友刘总实力真不是盖的，他本来一见面非要塞给我一个年薪500万的总经理当，被我给当场拒绝了。哎呀，500万的总经理你都不当，你这孩子是不是傻啊？妈，我那是想凭自己的本事，真刀真枪的干。我现在在最核心的文旅项目当基层主管，今天下午在工地上，我一个人就揪出了好几个致命的数据错误，连那个老工头都对我佩服的五体投地。不图虚名，脚踏实地。柳阳海这小子事情办得还算利索，这差事安排的还算不错，值得夸奖。不是，老爸，人家刘董可是咱们海城只手遮天的顶级大老板，身价几百亿呢。你一个乡下老头，怎么张口闭口叫人家这小子还做得不错，值得夸奖？人家用得着你在这跨海大桥聊天一样的夸他吗？你这入戏也太深了。阿月啊，爸妈不跟你扯大老板的事儿，妈突然想起一件事来。我记得老柳家好像还有一个亲生女儿，名字是叫茵茵吧。算起来，她和你们好是同一所大学、同一个专业的大学同学呢。你今天去公司见到这个小姑娘了吗？见过了，她今天刚好也在董事长办公室，而且她今天下午还特意跑到尘土飞扬的工地上，给我送了冰镇矿泉水。哦，吼，大热天的还去工地上给你送水，那阿月，你跟爸妈说老实话。你对这个柳家的小姑娘，主观上的观感究竟怎么样啊？茵茵她真的很好，虽然她是资产几百亿的超级富豪千金，但在学校里从来不显摆，性格一直很谦卑很温柔。今天在工地上，她不仅没有半点大小姐的娇气，反而一直站在我这边，是个非常纯粹、非常有正义感的好女孩。
既然她这么完美，而且对你又这么上心，阿月，那你心里到底喜不喜欢这个叫柳茵茵的女孩子？太高贵了吧！你脖子上这串钻石项链，少说也得值个大几十万吧？顾少对你可真是含在嘴里怕化了呀！何止是项链啊，你们还不知道吧？曼曼现在的准未婚夫顾少，那可是咱们海城大名鼎鼎、市值100亿的四海集团副董事长的亲儿子，真正的顶级豪门大少爷。顾少，久仰大名啊！我们在学校那会儿就知道曼曼眼光高，今天一见，你二位真是郎才女貌。苏曼，你张对酒的宝公子是年恒生妻，你的动作。好说好说，大家既然都是曼曼的大学同学，以后在海城这1亩3分地上遇到什么摆不平的事儿，或者找工作缺资金，直接报我顾少的名字。苏曼，你们可别提了，要不是老娘我及时清醒，快刀斩乱麻，昨天差点就嫁给林月那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一辈子跟着他在底层吃糠咽菜了。林月那穷酸样也配得上曼曼？就是，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哟呵，大家伙快瞧瞧，谁来了？这不是咱们当年的金融系第一才子，年年拿最高寿奖金的林大高材生吗？今天周教授过寿，你穿成这样就来砸茬子了。林月，你这个厚颜无耻、阴魂不散的臭屌丝，你竟然还真有脸拿着一张破纸跑到高端酒店来混吃混喝？怎么，昨天在民政局把婚离了，今天晚上就想来高档寿宴上打秋风偷吃剩菜啊？大家快来看啊！这就是那个在婚礼上雇演员冒充世界首富，结果把你爸妈变卖网房、老爹那点棺材本全赔光了的假豪门。林月，你特么今天下午刚刚被我们四海集团像死狗一样全行业开除封杀，晚上就穿着这么一身地摊货来大庭广众之下丢人现眼，你他妈不嫌丢人，老子都替你害臊！你配踏进这个大门吗？天哪！原来婚礼上那个骗婚的奇葩屌丝就是他呀！这也太下三滥了吧！亏他上学的时候天天装清高，呸！搞了半天是个连工作都保不住、快要上街要饭的无业游民。我要是他，早就找个地缝钻进去了，还有脸来见教授。够了！你们两个还没完没了了是不是？苏曼，今天是周教授的60大寿，你们嘴上积点德吧。茵茵，你今天到底是怎么了呀？咱们从大学开始不就是最好的闺蜜、最要好的铁姐妹吗？茵茵，你今天怎么放着我这个亲闺蜜不帮，反而一直黑白不分的帮着林月这个穷白屌丝说话呀？她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啊？闺蜜，你苏曼，我柳茵茵只是单纯的看不下去，我柳些人明明自己嫌贫爱富、无缝连接出了轨，嘴里却连一句实话都没有，还要倒打一耙。闺蜜这2个从你嘴里说出来我都嫌脏。茵茵，算了，没必要跟他们动气。苏曼、顾少，你们怎么看我，怎么往我身上泼脏水，我根本无所谓。我今天来，纯粹只是为了参加周教授的60大寿。谢谢你，茵茵，刚才替我说话。怎么回事啊？大家伙今天不是来高高兴兴聚餐的吗？这主桌这儿的气氛怎么看起来不太对劲啊？刚刚是谁在拍桌子？哈哈，教授，您听错了，刚才大家是聊到高兴的事情，忍不住鼓掌的，没什么事儿。倒是教授您，几天不见，您怎么看起来面色红润，是越来越年轻，越活越精神了啊！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哈哈哈哈！你小子嘴还是这么甜，你们大家看看，这就是我当年天天挂在嘴边的林月。上学那会儿就是全系第1的尖子生，不仅学习刻苦，品行更是没得多。今天大老远来给我祝寿，有心了，真是有心了。好啊，看着你们这群娃娃毕业了都混得不错，老头子我心里高兴。
哎呀，对了，苏曼啊，老头子，我记得你和林月在大学里谈了4年的恋爱，前阵子还听说你们都要举办婚礼了，怎么样啊？你们两个现在还谈着呢吧？什么时候能让老头子我喝上你们的喜酒啊？哎呀，看看我这记性，老糊涂了，老糊涂了，真是年纪大了不中用。看来是我这老头子唐突了，说了不该说的话。你们年轻人啊，别往心里去。教授，您这是哪里的话？您能天天念叨着我们，那是我们的福气。今天您是大寿星，学生就以茶代酒，再次祝您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对对对，祝周教授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祝教授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大家一起干一杯！好，好，好，大家快入座吧。那大家快开始吧。慢着，各位同学，周教授今儿个可是60大寿的坎儿。正所谓无酒不成席，祝寿这种大喜事儿，桌上要是没有点像样尊贵的好酒衬托，那不是显得咱们这些当学生的太小家子气儿、太寒酸了吗？服务员，去把酒库里我爸存的那瓶珍藏拿出来，就是我爸四海集团副董事长顾天辉存放在这儿的那一瓶正宗1982年的顶级拉菲红酒，去，现在就给本少爷取出来拿过来。我的天哪！1982年的正牌拉菲，那瓶在拍卖会上随随便便都得大几万，甚至10几万吧。不愧是顾少啊，一出手就是这种国宝级的神仙好酒。我们今天可真是沾了漫漫的光，跟着大宝口福了。顾少爷，这不行，这酒实在是太贵重了。我一个退了休的老头子，哪里配合这么名贵的酒？快收回去吧。周教授，您太客气了。您是长辈，又是行业泰斗，这酒配您正好，您就收下吧。哎呀，周教授，您就千万别跟晚辈客气了，区区一瓶10几万的红酒而已，对我们顾家来说不过是9牛1毛。再说了，现在苏曼可是我顾少明媒正娶的未婚妻，她的恩师自然也就是我顾少的恩师，孝敬您老人家那是应该的。来，把酒倒上，给周教授倒满，给各位有身份、有地位的同学们也都满上。喂，你给老子记住了，等会儿倒酒的时候，唯独不准给那个穿地摊货的无业游民林月倒酒一滴都不行。像他这种被开除的社会底层的垃圾，这辈子连闻一闻82年拉菲的资格都没有。让他给本少爷干看着。顾少，你他妈把话给我放干净点！今天大家是来给周教授祝寿的，你在这摆什么臭架子，分什么3、6、9等？你凭什么不让服务员给林月倒酒？刘大小姐，我这可是为了她好。82年的正牌拉菲，一口下去就是大几千块。像林月这种下午刚被开除，全身上下连200块都凑不出来的无业流人穷鬼，这酒进了她的肚子，那也是糟蹋，是纯粹的浪费。哼，她特他妈这辈子就是个喝啤酒的命。他不配喝这么贵重的顶级红酒。就是，茵茵，顾少说的一点都没错。服务员，立刻去你们酒店的顶级酒库，按照同样的年份，再给本姑娘起一瓶82年的发雷拿过来。今天这酒我柳茵茵请了，就倒给林月一个人喝，我看谁敢说不配。天哪，你看那个，真的假的？茵茵，把卡收起来。林月，你……茵茵，把卡收起来。林月，你真没必要，为了一时义气去照顾这种小人的虚荣心，纯属破费。况且，
在某些连高管儿子这种身份都要拿出来炫耀的井底之鹰眼里，10几万的红酒就已经是他们这辈子的天花板了。但在我看来，不过是马尿罢了。我还真不稀罕。马尿，林月，你他妈还真能给自己找台阶下啊！各位同学，你们可不知道，我以前跟这个穷鬼在一起整整6年，他每次带我出去吃饭，喝的都是路边摊20-30块一瓶的假红酒，勾兑马尿。他懂什么叫品酒啊？顾少说的对，你今天就算是把天上的琼浆玉水，把全世界最顶级的酒摆在他面前，这个底层烂泥他也根本喝不明白，他就是个天生的贱命。请问哪位是伟大的林月？林先生。我是林月，有什么事吗？林先生，这是盛世大酒店最高董事局刚刚下达的死命令，这是为您专门准备的顶级珍藏，刚从法国勃艮第酒庄核心酒窖用私人飞机加急空运过来的，全世界仅存3瓶的顶级康帝之王罗曼尼康帝。罗曼尼康帝，这怎么可能？这绝对不可能！这种级别的酒王根本不是有几个臭钱就能喝得上的。就算是整个海城最顶尖的豪门掌舵人亲自出面，也得提前1年去法国酒庄死预约，甚至还要看人家的脸色。你一个下午刚被四海集团开除的穷屌丝，凭什么能让盛世大酒店董事局用私人飞机加急给你空运过来？服务员，你确定这瓶价值连城的罗曼尼康塔确确实实是送给我林月个人的吗？你们董事局没有送错人吧？林月先生，我们酒店董事局哪怕是有1万个胆子，也绝对不敢弄错您的尊名。这瓶酒100%是属于您一个人的。好，既然如此，那就麻烦你当场把这瓶酒给开了吧。对了，等会儿倒酒的时候，给恩师周教授倒满，给茵茵倒满，也给在座的各位同学们都满上，让大家都尝尝鲜。不过嘛，唯独这2个满嘴喷粪的垃圾，顾少还有苏曼，他们2个就一滴都不用倒了，谢谢。正所谓好酒不糟践，某些人连10几万的马尿都当成一辈子的天花板，这种100万级别的酒王进了他们的肚子，那才是真正的浪费，他们不配。林月，你特么欺人太甚！哈哈哈哈哈哈！好香的酒味儿啊！老子刚刚在隔壁包厢陪京都来的贵客吃饭，老远就闻到这股绝顶的酒香了。一打听才知道，是有人在周教授的寿宴上开了罗曼尼康岛啊！邓叔叔，您怎么也在这儿啊？我是小顾啊，我爸是顾天辉，这是我未婚妻苏曼，给邓总向您问好。哦，天辉的儿子啊，不错不错，有孝心。这位小兄弟，老子是四海集团的董事长邓天龙，老子今天在这儿陪京都的万亿级别大客户，急需一瓶镇得住场子的神仙好酒。我看你穿着普通，这瓶康帝你拿着也是暴殄天羞。这样，你给个价，今天把这瓶酒割爱让给老子，算我四海集团欠你天大的人情，如何？不好意思，今天是我恩师周教授的60大寿，这瓶酒我是开给我的恩师和同学们喝的，不卖。邓董要是想喝，自己去法国酒庄买吧，在这儿我不卖。放肆！臭小子，你他妈刚才说什么？有种在老子面前再说一遍！给脸不要脸的东西，在这海城还没有人敢拒绝老子邓天狼，在这海城还没有人敢拒绝老子邓天狼。林月，你是不是疯了？
这可是四海集团的邓董啊，一句话就能在海城让你蒸发的通天大人物。这酒我们不喝了，一口都不喝了，你赶紧双手奉献给邓董啊！对对对，林月，你别不识好歹，一瓶破红酒而已，面子能值几个钱？赶紧让给邓总，别在这儿连累了大家，耽误了周教授的寿宴。看见没？这下猜了吧？活该。邓董，我刚才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了。这瓶顶级康帝，虽然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究竟是谁动用私人飞机专门空运来送给我的，但有一点我很确定，那位送酒的朋友，他大费周折，一定不希望我把他的一番心意当成垃圾一样随随便便就割爱送给某些仗势欺人、毫无教养的所谓大老板。好一个伶牙俐齿的臭小子，够种！在海城已经有很多年没有人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了，给老子动手，把这小子的双手废了，把他那张臭脸给老子死死摁在红木桌子上。邓天龙，你眼里还有没有王法？光天化日，大庭广众之下，你竟然敢强抢民女，公然行凶！王法？老头子，你他妈少跟老子扯什么王法！你打听打听，在这海城商界，老子邓天龙的话就是规矩，我邓天龙就是唯一的王法，给老子摁住他！我邓董还真是好大的口气，好大的威风啊！邓天龙，老子今天在公司里就猜到，你不仅口气很大，你那张公然挑衅的嘴，更是臭得让人隔着几条街都觉得膈应。怎么，连我修海集团的人，你今天也敢在盛世大酒店动一根汗毛？柳青柴，哼，别人怕你这个海城老大，我四海集团可不怕你。今天这瓶酒老子是要定了，你别多管闲事。呵呵，邓天龙啊，邓天龙，你还真是死到临头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你以为老子今天过来是为了跟你争论这瓶酒的吗？你以为我刘下山就是你今天这辈子能见到的最大天花板了吗？邓天龙，你给老子睁大眼睛看清楚了，今天这场大戏的真正主角，可不是我柳凤豪！爸妈，你们怎么会穿成这样过来？你们不是在家里等我回去吃饭吗？林月，你特么真是不进棺材不落泪啊！大家伙千万别被他们给骗了，这两个老骗子、死老头老太，昨天才在我的婚礼上花钱雇演员招摇撞骗，今天竟然还敢穿上高仿的假衣服，跑到周教授的寿宴上继续演戏骗人！你们还要不要脸啊？哼，无知蠢妇，公然羞辱掌舵人！来人，给老子掌嘴！老头子，你他妈到底是谁？在老子的地盘上动老子手下的人，你他妈真把四海集团当空气？林总，您息怒，这种有眼无珠的市井无赖、臭鱼烂虾，哪里配脏了您和夫人的尊手啊？这个作死的畜生，我来替您收拾。刘登柴，你他妈疯了！你竟然为了这个老头抽老子耳光！反了，真是反了！到底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敢在老子开的盛世大酒店里公然闹事，动手打人？林氏集团最高董事局主席，世界首富林老先生！天哪，我去京都参加万国商业峰会的时候，曾经在最核心的贵宾所上远远看过您老人家一眼啊！林总，您老人家今天大驾光临，
真让小店蓬荜生辉，祖坟冒青烟啊！今天这寿宴，您和您的贵客随便吃，随便喝，所有的顶级消费全算在小人头上。我请您啊！哼，不用了，你这里的菜品太高端，太花哨，老子吃不惯。阿月，今天这风头也出够了，别在这儿跟这群苍蝇耽误时间了。走，带上我未来的宝贝儿媳妇茵茵，咱们一块儿回家。我操！搞了半天，我那个天天穿着破烂衣服在家里摇蒲扇，张口闭口在戏里演首富的老爹，他妈的，真的就是传说中富可敌国，一脚震动全球的世界首富啊！